而且 TT 通过了刚刚的那一局比赛的话，让我们看到他们在 BOT 第一把确实是慢热的，然后第二把的话，目前的整体手感已经完全打热了。包括小雪这个点，他也是在前期对线的时候容易给到一些机会，但是打团的时候，他真的是站出来了。对，他真的很敢输出，一个团战型射手。看这一把的话 ，AGL 是在蓝色方，他们自己搬掉了张良，然后把敖影送上了班位。而 TT Global 的话是把两个边全放出来了，然后自己搬掉了公孙离加上大司命。那他这种做法就是放出来一个一个打，毕竟两个边路，我如果要搬就一起搬，要不搬都不搬。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看 AGL 选哪个。主要是像青青这样的老边路选手，他手里的像芈月这些英雄都是可以拿出来的。你拿法提克的话，我就可以反手芈月呀。哎，就看他几楼拿。对，他其实作为红色方出芈月打法提克，且红色方那边对抗路有红 buff 吃，还是挺舒服的。嗯，法提克 AGL 还是一楼选了。其实打法提克还有个英雄就是关羽，就不跟他对线。夏侯惇加上朵利亚双大夏侯，那就是前面这个搬大司命的理由了。他搬了大司命，直接拿到了夏侯惇。而且我感觉今天就不要考虑拿这个朵利亚去配龙了，就躲龙的话基本上是拿不到的。就是对于 AG 这一方，他应该不会放给你，所以你把朵利亚这个时候就拿出来，去帮助夏侯惇来做强前期。你说，待会儿看看吧。我在想的是朵利亚配婉儿，双大婉儿会出现吗？哦，就把阵容做得很强嘛，毕竟这把又有夏侯惇。对，而 TTG 又是个擅长打前期野区进攻的队伍嘛。之前 Cat 在表演赛的时候跟刘姐配合过一波，展现过。AGL 的选择是阿古朵打夏侯惇也没有问题，然后补了一手后期的苍，先出了射手。苍的优先级在这个版本里还是非常高的。哦，双大女娲这个阵容既有前期也有后期啊。这双大女娲对于 AGL 来说的话，后面可能会让一诺有点痛苦。这个魔女斗盟是必出无疑了。因为我是感觉他出这手女娲出的很早的原因是在于 AGL 的上野全出了。对，基本上上野就是这个版本的切位嘛。阿古朵不具备一个切后排的能力，然后你又不是小满这种英雄，对你是一个法提克。这盘的话，如果后边真的有一手轻轻的芈月等着这个法提克，把法提克压飞的情况之下 ，TT Global 在后手再做一个后期大核。比如说像什么百里守约，类似于我说的是类似于这种射手，那他其实是就不用着急，慢慢跟 AGL 玩发育，就像上一把拖到大后期去拼打团就行了。其实小雪确实是适合打这种后期射手的，毕竟在夏季赛的时候，他的分军经济在发育路第4，然后同时他具备着发育路排在第3的分军伤害6342的分军输出，伤害占比在发育路是占28.77%，也是排在了前4。那这个数据的话，它就是一个后期大核的模型啊。这个射手选手就是后期大核，但是 AGL 并没有把这个芈月搬掉，而是搬掉了关羽，然后把双大亚连处理了。因为毕竟你这个发育路的苍还是要给一诺一些 BB 上的保护。他更多的还是考虑了团战自己射手的一个输出环境。对，然后 TT Global 这边的班位给到的是中轴对抗上能限制这种炮台法师的安琪拉以及火舞。是，然后这个版本没有嬴政，没有沈梦溪，蒙亚。蒙亚，算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射手了。之前有看风杰玩过，对他当时是对线打狄仁杰。蒙亚的话，他有一个 AOE 能力，清理那个狼魂也会比较方便。而且他这个蒙亚还是之前老版蒙亚，对老版啊，只能靠赤怒值回血。来看 AGL 的最后2手的选择了 ，TT Global 把最后一手留给了青青。对啊，就是红色方5楼。看完你所有的阵容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出这手芈月。对，那 AGL 这边的中单，在没有了火舞和安琪拉的情况下，干将莫言也没了。周瑜，哎，其实这个英雄我昨天在评论席我还在聊这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版本中路那么多英雄没有的情况之下，你如果想要稳中轴，像安琪拉如果被搬掉的时候，我就认为周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线权确实是稳定能拿到的然后再加上你是阿古朵加苍的这种多目标平推阵容，对，很好用。这盘对于 AGL 来讲的话，就是打线上平推打线。而且我周瑜把周瑜跟蒙亚的故事在 KPL 可太多了。天雷地火是啊，但是今天这一局他走到了2边。就是周瑜，我把火铺好之后，其实你的蒙亚也不是很敢过来扫核输出了。最后一手轻轻的老夫子，虽然不是芈月，但老夫子跟芈月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单挑王嘛。对，单带上比较厉害。这个英雄就是单挑不怕，但他跟芈月的区别就是前期线上他很弱。是的。
那在前面的比赛 ，TT Global 也给我们展现出了青青的这个老夫子的英雄池。他这个英雄基本上是只要你让我拿到优势，我就以老夫子发起进攻，然后作为打头阵的那个英雄，见人就开。这把的话还是给他选到了这个英雄。在打 Nova Esports 的第5局比赛，当时他就拿到了老夫子，见到对面的墨子就捆，见到就捆。这套阵容选出来之后 ，TT Global 是完全不缺开团的。而且他这盘因为有女娲，是一个坐镇中路半途支援型的法师，导致老夫子那边如果有机会线上跟法提克摩擦摩擦，他这个女娲随时能传过去，对，瞬间形成一个2抓1。而且这把他不怕空大，他有朵莉亚，捆空一波刷一个再来一次。嗯，只要你别一上来把大闪交了就行。是的，你如果是空大闪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你看 AJL 这个阵容，他们拿到的这个周瑜。能不能帮他做些什么？其实我感觉中上这把 AJL 都是有限选的。下路不好说，下路因为是少斯源加汤，然后打的是蒙亚加上一个朵莉亚。对，下路双方都有回复。而且周瑜这个英雄的话，他在长生的手中，我们在今年是没有见到过的。他上一次拿周瑜出来使用还是在24年，他在整个24年阶段只拿过1把周瑜，那1把周瑜还没有赢，所以这个英雄算是一个冷门中路了。对，你可以说在近4届 KPL 里面，他就拿过1次。就近2年里面他就拿过1次，这个英雄他到底在整个 AJL 的这个画面里面能打成什么样？因为这个英雄他是很打节奏的嘛。目前的比分是1比1打平，让我们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蓝色方 AJL， 红色方 TT Global。我是九瓶子，我是解说潇洒。看开局，就比较正常开。嗯。哎，这波啊还好，这个矩阵没消失啊。是的。再推一下。推走，朵莉亚过来补波消耗。大帅的状态要被压很低了。啊，不过中路线周瑜随便拿，线权。这进的太快了。这把你看中上线权很好拿。周瑜抢中的这个逻辑，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 KPL 的时候，那时候跟 KPL 赛区打，然后 KPL 在 KPL 盛行抢中的过程当中 ，KPL 突然之间给你来了手周瑜，你会发现，哎，这个周瑜抢中能力好强啊。包括有段时间嫦娥中路比较流行的时候，这个周瑜用来打嫦娥效果也挺好的。对。包括打火舞这种线弱的英雄，就是抢完中就帮边线建立优势，推塔效率非常高。屏幕的正下方是给一诺加油的粉丝。一诺是第1届 KWC 的 FMVP， 但上一届我们参与到 KWC 的比赛，是以整个联盟的形式，以 KPL 赛区的形式来参加的，组建的梦之队来参加。没错。而这一届的话，我们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来参加了。这场比赛。无论是哪一方获胜，都将成为 KWC 在赛场上的第1支获得 KWC 的冠军的俱乐部。对，以俱乐部的身份，夺冠。中路一波消耗，周瑜想反吹，是吹回来了，然后伤害够不够？直接波，但是有点扛不住，夏侯惇给个大招直接锁到了长生，将长生给带走。毕竟夏侯惇是有被动在的，一直在 A， 再加上周瑜没爆发，他吹回来之后，阿古朵过来接 combo， 伤害也不够。而且在这个阶段的夏侯惇就是强度够高啊！如果法提克第一时间能过来的话，那还行。这样的一波对于伤害的误判，导致了 AJL 丢掉了一血。你要打夏侯惇，我认为梦魇之牙必不可少。对你得先做出来。嘉欣。拿完了一血之后去理自己野区，而上路的话 ，TT 也选择了转人过来，把上路的空间之灵拿到，然后立刻飞到下路来保着小雪发育。上路少虽然蹲半天了，周瑜也藏草里了。老夫子身旁有一个夏侯惇在帮他做掩护，这样在正面如果 AJL 敢上的话，立刻从野区河道支援过来一个夏侯惇。也可以协防一下轻轻后撤，甚至反打。其实 AJL 这套阵容想要打出效果的话，得等4分钟防御塔保卫机制破了。他们中路清完线之后打转线效果会好一些。对，然后可以利用这个阿古朵的小野怪，然后以及周瑜的这个扑火去拔边塔。现在这个阶段，他想强行去压塔，效率不会很高，而且在线上逗留时间过长，可能会给到对手反打的机会。就原本心想这手蒙亚选出来，你不管是苍也好，你的阿古朵也好，你的小野、你的小怪的话，会容易被他的狂轰火线和飞弹元气给清掉。
但是他补了这种周瑜，我就压你身位，就是对吧让蒙亚打团的时候，其实会没有站位嘛。对不好站位。没有站位之后，其实主要就是压塔，压塔的过程中把火圈一铺，火区铺完以后，你的女娲就算飞下来，你的技能可能也不是很好把兵线第一时间清掉，就比较好去做推进。而且重点是在场中，中路烧素媛，一个走位，还好这个一飞到了队友的身边啊，长生在旁边接了一下，要不然被嘉欣给定到就死了。不过这波大帅被打了状态以后，这条龙在龙坑的位置，阿古朵去换资源去了啊，最终是被嘉欣稳定的控到。不过此时的钟义祥再进到红区的话，有可能会被老夫子留，所以他不敢进了。对。他看老夫子有往野区回了动作，他就直接走了。他怕正在打的时候，突然老夫子一个大闪捆住了，那其实终于就回不来了。这 TT Global 不愧是整个夏季赛控龙率排名第1的队伍啊！暴君确实控得好，但这波是因为他们放弃 AJL 放弃了下路一塔的防守，直接把人调到上路打换节奏啊，这样可以把对手的红 buff 给拿了，然后顺便这个塔能破吗？想拆的，强拆可以硬拆。强拆了，没什么问题。但 TT Global 下路可能要进红了。对，这样对于 TT Global 来讲的话也不亏资源。毕竟他自家的红也被反掉了嘛。这个红 buff 反完，然后立刻过中。周瑜扑火，但是线已经被 TT 给拿到了。双边都在处理兵线 ，TT 在处理上线，下路的话是 AG 在处理。反正 TT Global 这套阵容，他也没有特别急于一定要出节奏，就慢慢发育。尤其是老夫子这条线，其实两边的对抗都挺吃发育的。对，女娲也是需要发育嘛。这阵容让女娲发育起来之后，这双大女娲很厉害的，夏侯惇直接去锁人了，然后冲进了人群，然后往回拉扯一下，然后再给他刷个大招。这边女娲再给一发诛灭，但是并没有能造成击杀。但夏侯惇还是用大招再次进到了蓝区，阿古朵的蓝 buff 野区啊，不想给钟义拿这个 buff， 然后女娲这波再飞下来，给一个视野。这个蓝能反到，对，逼退了钟义，且夏侯惇没惩的情况下能反到，也就意味着 TT Global 这个阶段，他们抱起来团4打4的情况之下，这个夏侯惇的强度目前是 AJL 很难处理的。他掌控了对面这一波野区的红蓝，全拿了。是，红 buff 相当于是互换了，对，但蓝 buff 是多反的。但关键是看下一波了。下一波 AJL 肯定是要做一些协防了，但是这一波钟义是知道了对面的红要刷的，过来看一眼。不过 TT 的这个往回走的回防走势也让 AJL 没有任何的想法。如果 TT Global 能抓住双方红 buff 的时间差，拿完自家红 buff 再往对面红 buff 给压力的话，那他就能形成一个野区入侵的节奏。可是小雪在上路漏了，把兵线处理了一下。可是，在正面的位置，中游草老夫子这波捆到阿古朵，阿古朵可能被激活了，夏侯惇大招没有能够定到人，女娲再给一发诛灭的话，没有人能打到阿古朵。最终夏侯惇面的扛住战先倒了。反而是 TT 先动的手，而自家打野先阵亡，因为他的射手第一时间就像你说了嘛，清了一波上线，过来晚了一点，但正面已经打起来了。当时周瑜的火也已经扑出去了，虽然你在激活阿古朵，但阿古朵旁边全是人，就 AG 是已经提前落位守自己家的红区了。是，而且这口子守好了，并且是阿古朵吃到你的夏侯惇的技能和老夫子的捆。这阿古朵本来就是一个前排啊，然后中义的那个象被老夫子捆到之后，往自己家中路那个走位还躲掉了赫茨的那个大。没有让女娲的诛灭命中他，是的，这血量没有被压下去。第一时间是护下了自家的打野，同时完成了对手打野的激活。这一炮很痛，等下闪现过来，闪现 A2，直接收掉，把长生收掉，很果断啊。这样周瑜不在了，那这个蓝 buff 野区又守不了了。长生这波是在赶来的大帅啊，给了一个大招，帮他补了一波状态之后，还选择了往右扫靠，因为他当时没闪啊，他其实闪现是差几秒才好的情况之下，他往右边走就被蒙亚抓住了这个机会，不想让这个中右的视野。这波上去找到了蒙亚，一波集火去打，再点一手让一诺收掉了小雪，但是女娲这一波落地之后，自己被迫交闪现回到了中右草，伤害不够击杀，这一发诛灭的话也被 AG 往上走的一个走位躲掉了。是他想落地收那个残血阿古朵，阿古朵开了手血魔之怒，他就有点对没想法了，对，就只能跑了。看阿古朵这个状态很诱人啦，这一炮够了。
你被这个矩阵夹一下就肯定要中了。其实我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因为阿古朵此时已经没蓝了，没状态了，不回家。是的，上路的位置这一波抓住了法提赫，轩然被老夫子捆住之后，夏侯惇也在旁边，想要1打2的话太困难了，毕竟这2个人都敢打，连续掉点。上野的各自阵亡，这个红 buff 可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但是中路伊塔能给一波压力。 中路伊塔把兵线压过来的话有点难守，夏侯惇直接大上去了，少资源回头给一个定身，但夏侯惇这个位置应该是能扛得住的，把人给赶住，一个人吸引了2个人的火力，然后朵莉亚跟过来，再给夏侯惇刷个大招。刚刚有狼魂给他回了一波。对，这2波掉点对于 AJL 来讲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他的掉点从长生阵亡，然后到忠义阵亡，再到轩然阵亡，3个，对，就等于是连掉3个。虽然在这个中间有击杀了小雪的蒙亚一次，相当于是周瑜跟蒙亚换了嘛，都是因为你交了闪，我中路抓了你一波嘛。对。但后续的2波掉点，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理所，就想当然了，相当于。他打的不谨慎嘛。 他其实没蓝没状态，还想多吃一波中线再回去，就给了一波对面机会。因为朵莉亚当时给女娃刷了个大，对，这个信息不知道当时 AJL 有没有看到。中路 AJL 是拔掉了 TT 的中医塔，等一波线过来，有周瑜在这个中医塔吃下路想抓这个老夫子，有想法，已经赶过来了，轻轻交出了闪现，那就留不住了，拉开了身位，甚至想少思源赶紧一走人，因为这一波轻轻交了闪现跑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留这个少思源了。不过蒙亚的大招已经开了出来。 目前正面 TT Global 的作战能力还是很强啊，这个夏侯惇一时半会儿处理不掉。AGL 还是没有选择在这个 L 草打，是绕回到了中路的右草。夏侯惇大招没锁到，往回退一下，周瑜的火炬扑出去，消耗的还是不错的，把夏侯惇被动打出来。夏侯惇想用这条龙回血啊，没人可以干扰他。但是看法提赫是想绕的，他的大招还差一点时间。那正面。 一发诛灭，然后紧接着蒙亚点上去，直接点掉了少思源，然后夏侯惇收到这个头。虽然法提克绕好，但正面毕竟少了一个人，所以 AG 要选择去换龙。但是 TT Global 不想让你换，留了一个蒙亚在这里。蒙亚龙好像也不想打了吗？队友过去看了一眼，对面没换龙，那他就可以继续打龙啊。他一个人留下来打龙就行了。这样中路一塔也守不了，对于 AGL 来讲，资源掉，中一塔有点难守。 一诺的经济，哎，等一下，中路的塔下被女娲带走了，赫茨带走了长生。是的，刚刚我们还在准备聊经济呢，但是 AG 如果是这么一直掉的话，即便是一诺的经济领跑了全场，其实团战也很难打，这也很难，因为你毕竟一直属于少人状态，并且右边又是一个打起来架很硬的双前排，一个老夫子加上一个夏侯惇。刚刚那一波女娲是靠一己之力的伤害把周瑜给带走的。 中路的一塔 TT Global 可以推了，中路连推2塔，推完就走。现在这个阶段 TT Global 打团会非常猛，他只要老夫子能把团战开起来的话，女娲这边的技能一般都不会太空。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你这个阵容让老夫子刷起来，让双大女娲刷起来，你就已经很难受了。你想要集火去打这个老夫子也很难。这把就比较吃渲染的法提克，能不能在打团的第一时间找到对面后排的位置，限制住他们的输出？要不然对面就是一个手长打手短。这个女娲且是有朵莉亚在的女娲。对。 蓝区 ，TT 提前落位，开始入侵 ，AGL 选择了放蓝。这个时间点，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保着一诺仓的这个红 buff， 不能让他这个红丢。是。他拿到红的话比较好打团。当然，你看赫茨的这个装备啊，他带蓝 buff 加上3件套现在，他打没有魔抗的，其实左边没有什么魔抗。对。想冲，往前挤，上来直接捆，然后再给一发诛灭。 上去一波集火，看能不能收掉，把长生给带走了，直接冲进去，回头反砍，直接融化掉了中野。这个位置法提克还在输出，一技能直接拉扯了开来。而阿古朵是一个包位，是的，回头找机会看二技能不能顶一下。再拉扯，
邵思源上去踢了一手，但是看蒙亚，但是蒙亚一阵狂火箭直接扫出了一诺的闪现，然后回头再给一枪点掉了中艺。哇，这波靠着蒙亚的后续伤害是压退了 AG 这个。相当于是突围了，他本来是一个被包之势，直接机枪一举开始冲锋，小雪一个人冲出一条路来，看一下 STC 的回放。这波的话，夏侯惇上去卖之后，轻轻一个大闪，直接捆到了一人，捆到了长生，直接把周瑜先带走了。但是渲染的一波法提赫进场，一瞬间就把女娲给融化。当时朵莉亚大招也刷给女娲，但女娲没来得及放就死了。是的，后来这个包夹之势啊，你看。这会儿还觉得可以的，但是蒙亚突然一技能好了，回头反扫，这时候就一瞬间把 AGL 想包的这几个人打退了，留下了一个落单的阿古朵。对，阿古朵还被捆了。所以这把真的对于 AGL 来讲打团特别吃。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被捆了。是的，被捆了。回放，但好像哦，这一波是捆完了之后，然后反打，然后冲进去硬来最终是9星换掉了一诺的仓。是的，那这么换游走换射手还可以接受，对于 TT Global 给了一个画面的补充。对，这是我们刚刚在看回放的过程当中发生的画面。然后一诺刚刚才复活嘛，不过 TT Global 是上路的兵线推掉了 AGL 的上路高地塔，所以从中路打到红区，然后到红区到下路的这一波节奏，最终的受益方 TT 还是赚了很多的。没错，双方在总经上其实没什么差别的。但觉得画面啊，上路想去这波在中左想要去冲一下这个老夫子吗？可是女娲的这一个大招，不过还是被续航续上来了，效果一般般。双方对抗路大招互换了啊。青青这波是没有了大招，没有了闪现，没有了苍穹，3招全交。但是法提赫的话还是有闪现的。但周瑜你看这个状态还没打起来团，这个状态已经很低了，已经残了。但看一下法提赫的位置，不是很好进去，也被老夫子拦了。龙拉托做中轴，周瑜交闪了，是的，扛不住。法提赫想绕，被老夫子逮着了，看到直接回头捆到了法提赫，但在正面想集火去带走了夏侯惇，夏侯惇扛不住，女娲这把中间效果一般般，老夫子跟过来冲进人群，一直拉到2个人，再回头再给一个捆，这一波是朵莉亚给刷的一个大招，捆到了长生，把周瑜带走，最终还是 TT 赚了1换2。是的，那这样这个老夫子顶在前面有点无解啊，剩的这3个人很难处理他了。就老夫子双大，是的，先捆一个绕后的法提赫，然后到正面再留一个周瑜，轻轻一个人把前后全干了2个活。是，这也是老夫子的一个优势吧。双大老夫子的优势，也就只有双大老夫子能做出来了。但正面的话，因为当时夏侯惇也是吃急火扛不住了，整体上是一个1换2，最终龙被 TT Global拿了，顺便压掉了 AGAL 的中路高地。那女娲又有一个大。现在就是右边这个 C 位手有点长，哇，这个大招伤害有点恐怖。一诺做的是纯输出，出的是逐日。看一下 STC 的回放，这波龙团的先是捆到了法提赫，然后队友正面不管了就卖夏侯惇了，回头集火法提赫，然后就是老夫子这边被朵莉亚刷第2个大，继续追，捆到了周瑜。这个其实是就站在长生的视角有点冤枉。他在中路的那一波和在这一波，其实他都跟中艺叠位的，但这老夫子大招就是能捆到这个周瑜。是。明明是我们俩叠位的，你为什么老捆我？有可能是鞋子的原嗯。因。如果周瑜出的不是韧性鞋的话，那老夫子那个勾，他不是把他的位移勾得更近，对，更近一些。这条暗影主宰也被 TT Global 拿到，现在只剩一个下路的高地了。AGAL 在做防守，不过上路的兵线进到了水晶里头，下路清了一波线，中路的兵线也进来，也要管一下中线。等下路的这一波暗影先锋和暗影之境，但看一下苍直接带着队友冲上来，想要去给小雪压力，但小雪一个后撤步走位，躲掉了这一波苍一技能的跳，带着少素媛进来想去开他的这个想法。因为 AGL 的点控就是少素媛，少素媛交闪想控，但没控着，对，自己闪现还白交了。这样下路高地还是被 TT Global 给抓住了，因为开团点两边，一边是老夫子，一边是少思源啊。这个阵型摆的特别好，大闪捆到了法提赫，法提赫这个位置开出了苍穹，但是被蒙亚的狂火也扫得很难受，有点扛不住，最终渲染被带走，打了一个吊点，切后排去了，这波直接冲进去硬点赫兹，但自己也要倒的，毕竟你作为一个射手换一个中单没有用啊，还有一个蒙亚在这里，下路兵线进去一波破掉水晶，让我们恭喜 TT Global 再追一局，2比1。BO7 的上半场 ，TT Global 让1追2。
而且第2把是一个翻盘局。对，这第3把的话，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在经济比较均衡的情况下，但是打团 TT Global 基本上都是优势。不得不说啊，在 HOK 的这个版本里，